老习不打台湾了，快来台，没错啊，他不打台湾了，台湾18个月内啊高枕无忧。18个月，因为18个月以后他俩又得打起来。我今儿话撂这儿啊，昨天百刀会我已经说他俩为啥不打了，但是今天我话撂着长不了，为啥呢？这等于两口子闹离婚，哎，村里边有两口子打离婚，打的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了啊，逼着全村人看热闹，甚至逼着全村人站队啊，打了2年离婚之后谁也打不动了啊，就是真的是很累，扛不住了啊，为生活所迫，这俩货呢复婚了，哎，复婚了你就复婚了吧。复婚了之后呢，他俩还大办，还大操大办，就跟没离婚一样。哎呀，就这么无耻，就这么让大家他妈的过去那2年站队的全闪下去了啊！因为有的站在这个中国这边的，有的站美国那边全闪下去了。完了，他俩好了，他俩又好了，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现在的问题啊！所以你看，加拿大是不是选边站了？闪下去了，闪下去了！我操，这完了！我操，加拿大现在只能是跟着欧洲混了。完说话别说这么狠，欧洲也被闪下去了。我操，人家俩人好，中美又共治了，操！但是凡事啊。都是要相对的看，这夫妻俩啊叫貌合神离啊，已经离心离德了，所以啊，18个月之后他们俩还得闹，还得闹。为什么是18个月不是24个月的？因为川普的任期还有24个月啊，就是他第2次任期之前6个月，选战开始的时候，民主党肯定拿这事儿折腾他啊，就说你这孙子啊卖国求荣，你看看啊，现在中国把我们抄了吧？你看看，他肯定还得闹啊，因为老习答应他的事儿我不会承诺不会实施的。啊，除了买波音飞机，会买，而且还未必全买。答应买了200架吧，我估计能买个100架吧。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不需要那么多波音飞机了。以前是没招，里外得买，不是买波音就得买空客。现在第一，他自己有 C919；第二，现在经济不景气了，哎，救了点凑合用吧。哪他妈还有那么多钱？哪还有那么多人去做呀？所以，买200架波音飞机，这反而是执行力最强的啊！双方互免关税，这不用说，这马上就会执行，因为本来就没有关税的必要啊。特朗普这个狗操的川普犯了错误啊！你他妈收关税是极其傻逼的事儿。我从第一天骂他就说，这个孙子应该逼着人民币升值，这他妈才是根儿。人民币不升值，你增加关税，最后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施加在你美国消费者身上，你知道吗？你个傻逼！除了让美国的沃尔玛他妈东西都贵你加的所有的关税，沃尔玛最后都得加到美国消费者身上，这傻逼一个！我操，这没办法啊！房地产开发商他这方面就是不行，但是他有一个好哥们儿，就是伊隆马斯克，林副统帅嘛，那是啊，MAGA 运动的副统帅，亲密战友。MAGA 统帅是川主席，副统帅就是马副主席啊，马斯克副主席。马副主席懂 AI 啊，懂高科技，所以给他说明白了啊，所以他这回带着老黄，最后1分钟把老黄带去了，要跟中国在 AI 方面做合作啊，这是毫无疑问对中国是有利的，因为中国买不到 H200以上的芯片，现在一下子可以买了。立刻签约，一家卖好像是多少的10亿美金的还是多少啊？就是中国那4大 AI 企业都可以买到了，所以这些东西看起来暂时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啊，我给你话撂这儿啊，特斯拉永远进不了市政府，谷歌也进不了中国啊，防火墙也不会拆，所以所谓的中国的那些无线设备啊，什么数据云也不会向美国开放，所以呢，最后又是扯皮的事儿。啊，又是扯皮，跟加入世贸一样啊！承诺多少年之内，中国这边也免除关税壁垒。你看你做了吗？不做。哎，为什么？合同是可以签的，哎，舌头是扁的，合同是纸的，舌头是扁的。至于执行不执行，到时候看心情啊。这就是中国的一贯作风嘛啊！中国从不要骂共产党啊，跟习主席没关系，从大清就这样啊，从大宋就这样。那你们但凡研究中国历史，你会发现中国这个国家啊，就是履约的这个诚信呢，从宋朝开始就几乎归零了啊，跟辽国、跟金国、跟蒙古那签的呢合同就跟没签一样，最后的结果大清也是跟英国签、跟法国签都没签一样，最后就是人家逼人家打他，就是跟你好好说话你就不行，我操，就被人打你啊，一个打服了，跪下了，哎，这行了，你看就是都是这样啊，所以。自古以来嘛，这属于狡猾，所以这个事儿呢，包括抗日战争也是啊，跟日本人签过好多合同啊，每次都不履行，最后日本人也急了，我操，打你吧，也打了就得了，都给你侵略了就得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就咱们话说回来，就是说这个中美之间这个斗争的这个过程啊，不要那么简单啊，不要那么简化，就说啊又彻底好了，然后又要翻脸，互相扔核弹了。
又好了，我没有那么绝对啊，就是那种斗斗，停斗，然后复婚离婚复婚，就大概会处于一个长期这样的状态，至少最近这18个月还会再反复啊。所以 anyway， 美国换了一个好总统啊，川普。但凡美国是一个正常人当总统啊，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克里、小布什、克林顿，但凡是正常的美国的主流基督徒，他能就这一轮，就是习主席定于一尊之后，2016年以后，中国狂了以后啊，战狼外交之后啊，但凡是个美国正常总统，都可以赢麻了，就真的可以把中国立于他妈的孤立于世界之外，因为他战狼嘛，到处得罪人，跟塔利班称兄道弟那会儿。去非洲放高利贷的货都可以，但是你看看，这就是天佑华夏。他来个川普，说老王那不对呀，我记得川普第2次竞选的时候，你站川普这一边，你多新鲜呀！因为川普的对手是他妈大笑哈哈哈瑞斯和桑德斯是个疯子，那就是一个纯共产党，那比中共还要左的这么一个纯共产党，他会把美国毁了的。大笑哈哈，除了哈哈哈哈和派更多的黑人去美国政府、美国军队掺进去之外，那就更不正经了。所以川普是那3货里边最正经的，所以我只能选川普。但是绝不意味着我认为川普是一个称职的或者这种80年代、90年代之前的那种美国总统，绝不是啊。但是没办法了，现在都这样了，一茬不如一茬，所以出了个川普。本来嘛，川普要是一个正常一点的话，那还是可以赢麻的。但是呢，你看川普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啊，进行关税战，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问题不在关税上，中国的问题在于人民币币值低估上。正因为中国人民币币值低估，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变得极其便宜，进而引申出中国生产制造的所有的物品都便宜。无论从服务业到工业到农业，中国只要是中国人力在参与的所有的东西都便宜，因为人民币一般等价物是绝对低估的。所以你要想对付中国，你就逼人民币自由汇率就得了。你也不要说我逼你升值，你就说逼它自由汇率就 OK 了，自由贸易自然会填平双方的逆差。他说老王，那有可能是爆贬呀，像阿根廷啊，那不更好吗？那美国就又赢麻了。总而言之，它与世界接轨，人民币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啊，一定会有波动啊，无论是急涨还是急跌，反正总之，但是强大的中国和美国2个巨大的市场，自然会磨合出一个正常的市场均值来，这才是正确的。没有啊，给中国弄100%惩罚性关税啊，这话落上也行啊，也行，退而求其次也行。不，非洲的高利贷收回了吗？收回个嘚儿啊！他拿什么还呀？那黑名贵呀，你敢收去吗？收不回了啊！所以我跟你讲，最后看起来就一地鸡毛。为什么？他对盟国同时收，我就完全接受不了啊！因为美国你是世界领导人，你是有一定的义务的，因为你通过美元霸权，你已经收割了全世界的韭菜。你不能他妈干这2头吃啊！你一方面让大家都用美元，你掌握全球铸币权，另外你又说我操不行，加拿大占了我的便宜，日本占了我的便宜，我去你妈的！你不能这么干呀！你妈两头耍流氓啊！我操！站着说不行，我操！这样的话他妈的你占我便宜，然后好吧，我倒着待着，我倒立也不行啊！倒立他妈的还是比我高，所以这个不能这么说的。但是他就这么说了，所以使得美国的最近这4年的国际形象一塌糊涂。美国在世界上基本上没有朋友，现在就成功的混到了习近平同样的位置。就是本来中国在世界上没有朋友，大家都说你看中国在世界上没有朋友，中国的那些朋友都是啥人？都是流氓。现在美国还不如中国，美国连流氓都没有朋友，就是中国还有个流氓当朋友，美国现在连流氓都不是他的朋友。君子已经都不是美国的朋友了，那剩下的流氓是中国的朋友，所以这就世界就他妈这么乱。那你怎么办呢？现在他俩他妈搞一起去了，好，弄可热闹了。因为川普就吃这一套，这次是在天坛，上次是在故宫。从玄学上来说，故宫是方的，天坛是圆的，大家知道变化了吧？川普第1任期访问中国，老习2口子在故宫接见的川普，故宫是个方方正正的方形。然后第2次呢，他这次他到了天坛，天坛是个正圆形，他在祈年殿见的面谈所谓的走的这个仪式礼仪。祈年殿是个正圆形的建筑，人类正圆形的会议室不多的所以这个东西全是有隐喻的这是风水大师算过的。所以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圆滑
啊。当然，这对世界来说是个好事儿，方方正正你死磕啊，这个总之会磕出他妈的火花来。圆呢就是烦归烦啊，也没有赢也没有输啊，也没有谁他妈赢麻了，也没有谁输麻了，就是两个流氓在打太极啊。未来大概很长时间都会出现这个情况，那我们习惯了就好了啊。打心底里讨厌老美，哎呦去，现在全世界打心底里讨厌中国。差不多，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国际形象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啊，天圆地方。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小老百姓嘛，就看看热闹啊，就心里边清楚怎么办就得了。未来呢，相当一段长时间，中美会处于一个比较和平的状态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那边是马斯克、黄仁勋啊这些人说了算，他也没办法啊，因为不让这些人说了算的话，他在 AI 算力竞争革命上来说，他会落后的。因为中国急起直追，速度并不比美国快，并不比美国慢很多啊。这个世界上以后就是这两个国家啊 ，AI 革命来了就这两个国家，第三名都甩的都看不见啊。所以看吧啊，那咱们人皇啊，就是习和川吧啊，人类的人皇就这么这两坨嘛啊，两坨人皇，人中皇啊，东半球的人中皇姓习啊，西半球的人中皇呢姓川。这两位人中皇呢，就在天坛祭天去了。天坛，你看啊，离远了看，天坛是个什么？你看是不是个屎？天坛是不是一个大便的形状啊？一个完美的阿拉蕾的大便的形状。所以呢，这是西边的，就是西边人中皇，东边人中皇，在那里边集合开会啊，这是有寓意的。地球就这样了啊。所以呢，好了，台湾黄金会降，黄金可能会有一轮小萎靡。但是就像我说的两坨人中皇弄来弄去，最后还会弄得一身屎的，所以就18个月啊，最多就就是萎靡18个月，还会起来的啊。好了啊，有孩子的听了都后悔把孩子生长在这种时代了，真没错。哎呦，但是还行吧，至少他不打大仗不死人。中美俩巨头会面，我就想听王哥怎么说。我就是不看好他们俩能真的合作，不可能，因为是战略性的矛盾啊。这个大家懂吧？就是中美是夫妻关系，这话不假。夫妻关系有个前提就是一男一女，一逼一屌，他这个那就是万年好合。现在就是老婆长屌了，老婆那个逼慢慢的异化变成了屌，就是中国现在中国以前是老婆，现在中国他妈现在。你懂吧？中国现在骑上来了，我操！这要干美国，美国的屌现在还没掉。他像美国和英国当年1战和2战交权的时候，那以前英国是老公，美国是老婆。我操！美国后来屌越长越大，英国的屌就萎靡了，它掉了，脱落了，所以他们俩就顺利的交换了姿势啊，交换了还是引来了世界下轮和平。现在没有啊，现在没有啊。现在这个美国的屌还挺硬的，所以这怎么可能合得了？我操，这还得打，还得折腾，必须得折腾出来叫什么？那中国那句老话，我话糙理不糙，中国那句老话叫一决雌雄，一决雌雄啊，两坨黄要一决雌雄啊，两坨黄都有问题，都有内部问题，你知道吧？这个咱们东方人中皇不用说了，连亲密战友张雪霞都给抓了。也是啊，内忧外患。那西方人中皇不用说了，西方人中皇11月就要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他不一定能成啊，中期选举这孙子要败了的话，他就完蛋了。所以两个家伙都不好过啊，所以必须要走到一起啊，来粉饰一下太平啊。放心，都不执行承诺，你想最后后果是什么？那没错啊，就是接着闹呗啊，接着闹。所以黄金怎么说？黄金刚才已经说完了啊，黄金会在这两个人中皇粉饰的这段时间，黄金起不来，但是他俩很快就又会闹起来的啊，又会闹起来的。加拿大能源企业从中得利，别提了，加拿大能源企业虽然从中得利，但是他们要独立了啊，阿尔伯塔的主要是阿尔伯塔要公投独立了，我去啊，那这个不好弄了。阿尔伯塔独立，我们加拿大经济发动机没了。中国经济会迎来第二春，老百姓生活会重新变好，还是依然大撒币瞎折腾？依然大撒币瞎折腾，你快醒醒吧！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两个人开一次会就能发生变化的道理啊，这是没有的啊！这两个人中皇，除非死一个啊，否则的话呢，或者同归于尽，否则的话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啊！你要说中国经济能够彻底变好，比如说汪洋上来啊，因为汪洋他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派系非常明显的。这边是汪洋上来啊，王岐山、汪洋这样的既懂经济啊，又爱国啊，又有这个所谓的实操工作经验能力的人上来，
然后那边呢是一个传统的美国政治家。传统的是什么意思呢？哎呀，其实卢比奥都不算太传统，而且卢比奥是出生在古巴，他没有办法竞选美国总统啊，所以他就没办法啊。那边还真没有现在啊，传统美国政治家没有。你把那个里根总统从棺材里边复活出来，哎，那可以啊。那这或者你把克林顿总统啊再弄年轻20岁啊也行啊。中国美国会继续进入一个相对和平和就是彻底融合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双方的经济都会非常好，非常好，因为解决了问题吧。美国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啊，中国解决了它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通货紧缩问题啊。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通货紧缩。卖不出去啊，越来越便宜啊，老百姓挣不着钱啊，找不着工作，互相卷，往死里卷。美国正好相反啊，美国人买不着东西，东西都涨价啊，最后憋得没办法，就是大老美憋得没办法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目前这两个国家都没有这方面的可能啊，这是没办法。所以克林顿卖了美国，挺了中国经济，不能这么说，这话不能这么说啊，这话不能说。此一时彼一时啊，当时他那个是对他的最优解。这克林顿的继任者才是有毛病的啊！克林顿那8年是没有毛病的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没有威胁到美国的任何东西。但是克林顿的继任者其实是应该马上把 WTO 的义务给中国落实的，很严肃的落实，而不是听凭中国的胡说就都信了啊！就是这个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啊，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啊！我好喜欢路标，美国白人也很，加拿大白人都喜欢路标。万斯不行啊，万斯是个，我也不当万斯礼貌的说他是个蠢货啊，就是万斯礼貌的说他是个蠢人啊。2026年啊是一个水火交战之年，这一年火很硬啊，它丙午嘛，火很硬，所以呢，如果要是大家要是有特别避讳火的这些命局的话，格局的话，你们在这一年要低调。不要做大的决策，尤其是逢火月火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摔跟头生病极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一定要避开那么在2026年，就是我们今年火气这么旺的年份，遇到水日的时候那也要格外的小心，因为川普是一个非常崇拜强者的人因为中国很强，非常强，所以他这次来中国，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第一是跟中国做生意。跟中国就是在贸易战这个事儿上各让一步他已经达到了再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中国别卖给伊朗武器了习近平他自己说，习近平答应他习近平答应他，当天就有就是今天24个小时之内就有30艘中国的油轮从霍尔木斯海峡开出来了因为中国的油轮不是伊朗不让开，是美国不让开那就是美国这边打电话了，放中国油轮30艘已经出来了。因为霍尔木斯海峡现在上了2把锁，伊朗在入口放了1把锁，美国在出口放了1把锁美国也在封锁海峡，不让伊朗的油出来。所以今天出来了30艘中国的油轮也是川普的示好吧，算是。懂王偷看金沙小本本是的，他也看不懂金沙小本本都是汉语拼音和中国字他看不懂，他就是好奇嘛。那就是把伊朗卖了，对呀，不好意思兄弟，又是老大把你出卖了没办法呀，因为你是没办法了。台湾可以去玩好地方，对，台湾暂时安全了。好了，就这么地吧不聊了。